我在上海的时候有很多品牌，我觉得设计的很不错，很走心。一问，哎，是台湾，因为台湾本身气化是蛮强的。歪脑筋动一下，我是哈佛毕业的，台巴子啊。够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策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继续上一次跟黄小仙聊了聊他来台湾的职场经历，来了短短的3年就换了6份工作的经历呢。后面我就问了他一些关于台湾公司辞退的赔偿情况，以及台湾公司加班的情况等等。而后他还跟我分享了一个他在台湾所接触到的设计的案例，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只有在节奏比较慢，更注重品牌价值等一些无形资产的社会下才能关注到的点。那就继续来听听我们聊了点什么吧。这位也是同样来自上海的黄小仙。Hello， 大家好。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台企的老板，台湾老板很抠门。我们家都很少提台湾的话题，所以我认识我老公的时候，就是对他没有任何刻板印象。这样子，也没有，那也不错，对，就是我对台湾只有那个宝岛，因为我很有趣的是，我认识我老公的那一年，我妈刚好去环岛旅游回来，她跟我说台湾好多好吃的，她带给我的好多那个吃的我也吃，好好吃啊！我觉得什么时候要去一下台湾美食的印象。对，后来是我跟我同事说起来，我有一个台湾的对象，他们说台巴子啊，就是脱口而出，但我说啊，什么是台巴子啊？你之前都不知道？对，你好单纯，怎么说？就是没有那个刻板印象，所以我认识我老公没有任何。等于你认识老公之后，他的印象就是台湾的全部了。对。说回职场的话题，那你离开每一个职业的时候，是你自己提出的，你一般会怎么说？第一个走的时候，我新家装修完了，我就要搬走了，搬家了，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搬家了。搬家，对，所以都是你自己提出。那公司会挽留吗？会说什么？你让我一段时间再找一个人顶替这样子。只有 IKEA 有挽留IKEA 一直在挽留。其他公司就是你说走，他就说好 ，OK， 就办理离职手续。也不是说很干脆，就是会说，那你手头的工作准备交接给谁？他会问你一句。工读生的概念是边工作还有边读书的？其实没有，它只是一个廉价的名词，就是你如果是应聘这个职位，对，所以它也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它也是一个企业节省成本的方法，就是他说我现在只招工读生，不招正职。对，我当中还就是投过一些工读生，其他的，他就是有一个反馈，他说你不是在校生，对吗？我说我已经毕业了，他说那你不能投工读生，就他还算比较正规，只有一家公司有这个反馈，其他几乎都不管你是不是，反正工读生是按时薪来算吗？对。那像你的学历呢？学历要怎么？他会要求你学历吗？他没有看过我那个毕业证，但我是简历上对，简历上会写什么学校毕业，他也不去验证的。台湾我看是没有在验证这件事，这个好吗？这个歪脑筋动一下。没有，你我是哈佛毕业的。台湾这里的企业对于员工的保护之类的，比如说他把你开除了，会有赔偿什么吗？这些，比如说你工作了3天，或者工作了1个月，对，它的赔偿是不一样的。3天也有赔偿？对，3天是怎么赔偿？它有个劳基法的算法，大概就是你1天工资的多少，会有一个系数，就是等于比你工作3天的钱要多一点点算他辞退你，公司原因辞退你。对。那时候我只工作了3天3天，所以有赔偿，也有赔偿。然后我是问他的，我说那工资是要怎么减？他说我们会按规定，然后你如果提离职的话，他说我们给你一封什么推荐信，就是你找另外的工作，还有推可以，就是相当于背调一个。对，我们上海就是说你有一个背调。对，他说你如果想要就是
不拿那个额外的，我们就在给你出你，因为你自愿提离职就是没有那个额外赔偿。哦，当时就说不用你就赔我吧，其实没赔多少，但是因为他当时3天就把我辞退，我想知道一下大概会赔偿多少。对，而且你拿着非自愿离职那个东西，你去那个找工，就是他还有一个部门找工作，就是台湾的劳动局类似这样的。你拿非自愿离职，他会优先帮你排一些工作的面试。台湾的加班是怎么样？我在那个就是那家过年的那个尾牙公司就经常加班。就是你如果元旦来上班就是双薪的，但是如果你元旦的当天晚上还留在工作要做事情，因为尾牙可能不会准时结束，那个时间他会三薪。对，当时那家公司就是台湾的传统产业，他只是想找一家企划公司帮他拍一个那个企业宣传片，但当时那个设计师就没有马上说好我帮你拍，而是问他你拍这支片子的背后是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在帮你呈现的时候需要了解这些嘛，然后这个设计师就跑去他们公司采访了很多他们的老员工，来了解这家企业背后的事情。后来最后才知道他当时是因为台湾的近零排碳的那个计划，他想让他的整个制造过程让大家知道是有绿色节能的好的一面的，所以最后他用更完美的方式去呈现了这支片子。我是因为觉得这个思路很值得学习推广，因为就是客户原本提出的一个需求，可能并不是他表面的那个需求，并不是他最终想要实现的那个需求，因为客户并不是可能在行销或者是包装上面是专业的，所以这个乙方应该是很厉害，他就是去挖掘到客户最终的一个需求，可能是心理层面的需求，所以不但他可以挖出自己更多的商机吧，他也可以赚更多钱嘛，然后也可以最终帮助这个甲方客户实现他本身内心想实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互相都得益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好。而且他那个设计师说的很好，他说那个设计是世界万物，它不是一个特定的表达方式，它是想在你的企业里面转念，就是大师啊，就是他讲完，我是觉得，确实是现在很多设计师他不是不能停留在他只是设计改你一个视觉上的东西，他应该是传达一个理念，对，用他的设计去表达一个态度，帮你包装一个，对，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包装。是，就不光停留在视觉上。像我们因为在上海做设计，可能客户说我要做一张海报，或者是我要做一个 logo， 然后我们只是问他你是什么店，是卖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简单背景，对，跟同类不一样的特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特点突出。其实大概念还是停留在它这样商品上，但是很少会去涉及它背后的一些动机啊什么的。对，所以就很商业流水线的这种感觉。对，我也猜是因为台湾本身企划是蛮强的，因为在我在上海的时候有很多品牌，我觉得设计的很不错，很走心。一问，是台湾品牌，是。就是我当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台湾做那个行销是蛮牛的。我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印象是，我觉得视觉方面的设计啊，因为我从事视觉方面设计，我觉得在亚洲来说，最厉害的应该是日本。然后接下来就是台湾，我一直是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欧美那套虽然也很强，但是并不一定适合亚洲人的审美。然后，但是我到了台湾呢，就是很多马路上的招牌啊，或者是有一些
本土化的 logo 啊，我觉得真的不行。只是这个北投资法的 logo 设计的真的有够丑。但是，反过来说，台湾有一些展览或者是一些学生作品，反而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它表达的一个理念，还有整个画面整体的美感，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确实是可以说亚洲非常超前的一个领域。但是，应该说广大的一个市民审美的基础没有我预想中那么高，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当时来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我14年跟我先生认识之后，我们是每年都会来台湾找一个地方，比如说花莲或者宜兰，就是小过一下。我会觉得就是很生活，就是那个绿化，山山水水，对，所以我当时没有去台湾城市的地方多跑多看看。我当时就是觉得哇，就是上海没有的这种山水的那种，台湾都有。所以而且我去逛也是逛成品，我就没有那个这种旧招牌的感觉，我都是觉得台湾的文化，包括它开放的能买到的书文艺气息，对，很浓，包括它有很多集市，是，对，就是上海几乎都已经看不到了对，或者它都是在商场里的，你不可能像这种小摊一样去逛，对，所以我当时是对台湾整个印象很好好，爸爸带你去那里好，那就先这样吧。好。以上就是本次跟同样来自上海的黄小仙所聊的关于台湾的职场经历。最后还想了解更多的时候呢，被妹妹要去换尿布所打断了。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结束了这次聊天。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当日所找的这家位于松山区的亲子活动空间很不错。它是只收一个入场费，提供茶水和点心，不提供餐食。餐食的话需要自己点外送。小孩子游玩的每一个区域呢，都会有人帮忙照看。当日因为是工作日的上午，相当于妹妹包场，让我能在不怎么需要分心的情况下，完成了 Go 聊天吧系列的第一位嘉宾的聊天。大家觉得有任何建议或者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大家再会。这个是要给爸爸的吗？好。要不要再多一点？